的手机里突然多了一个万亿补贴购物商城，里面不是豪车就是别墅，而且全都是只要1毛钱秒杀。我望着银行卡内10块的余额陷入了沉思，我都这么穷了，怎么还忍心骗我？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正当我打算退出软件的时候，不小心碰到了购买按键，购买成功的消息立马弹了出来，恭喜您成功购买限量版保时捷911 GT 198，商品配送中，预计配送时间5分钟，请您注意查收。我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，银行卡账户变动消息又弹了出来，您尾号222的借记卡成功支出 0.1 元，活期余额 9.9 元，我还没输密码呢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正当我懵逼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自己裤子口袋多了什么东西，我伸手一掏，竟然真的是一把保时捷的车钥匙。我咽了咽口水，难道说这是真的？我立马掏出手机看向另一个商品，是东郊1号别墅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手指再度落下，恭喜您成功购买东郊1号别墅，今日商品已售空，请等待补货。望着这一幕，我有些明白了，这个商品是每天刷新一次的，不知道这套别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给我配送过来。算了，还是先去看看我的保时捷吧。我点开软件上的商品定位，显示商品是在小区旁边的商场停车场。我一路小跑朝着商场出发，看到一群人正围着议论什么，只见一个大奔车主正一脸郁闷的呢喃道：完了完了，这车我赔不起啊。众人一脸疑惑地说：这车不是保时捷吗？你的大奔也不比它差呀，咋就赔不起了？大奔车主哭丧着脸道：你们不知道啊，这是限量版保时捷，全球就一辆，价值8000万起步。所有人满脸同情地看着大奔车主，我从人群中挤了进去。原来奔驰车剐蹭了保时捷的车尾，大奔的车漆都掉了，不过保时捷却是一点事都没有。这车不用你赔，你走吧。奔驰车主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见我一身廉价的地摊货，苦涩地笑着摇了摇头：兄弟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这车又不是你的。旁边的众人也是纷纷附和：是啊，小伙子，你又不是车主，就别添乱了。听着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我笑了笑，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，轻轻地按下解锁键，嘟嘟2声，车内氛围灯亮起，全场鸦雀无声，所有人脸上都写满了难以置信。没想到这车真是我的。而大奔车主从呆滞慢慢转变成欣喜：这位兄弟，不，大哥，您这车没事，不用你赔，你把你的车挪一下吧。大奔车主一溜烟上车，点火启动，一气呵成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而我坐进了驾驶位中，真舒服啊。这就是保时捷吗？我开着车行驶在魔都的公路上，享受着速度带来的激情。此刻我的心情只能用本是著名幸运儿王多鱼先生的名言来形容：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，换来的确实疏远。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突然电话铃声传来，我打开免提接听起来：先生您好，这里是东郊1号售楼处，您的别墅房产证已经下来了，请问您什么时候有空过来领取一下？听着甜美的女声，我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。好的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点开导航，一脚油门下去，直奔售楼处。而另一边东郊别墅售楼处，刚刚挂了电话的售楼小姐一脸兴奋：经理，联系上王先生了。此番话落下，所有物业员工一片沸腾。我的天，那个花6个亿买下楼王的王先生终于要来了吗？所有女销售心底都在默默盘算，怎么给王先生留下一个好印象，甚至是留下一个联系方式。后面的经理室也是被猛地推开了门。宋经理，联系上王先生了。宋经理一脸紧张，毕竟这个王先生是自己领导都特意叮嘱的人物，可千万不能怠慢或者得罪对方，一定要以最高礼节前去接待。宋经理看向众人开口道：你们待会都给我机灵点。而此时我正把车停好，走向售楼部，迎面走来一位女销售，面带笑容道：先生您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我刚准备说话，就被一道声音打断：小丽，我没跟你说吗？今天不是什么人都接待的。说话的是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，打量了我一眼，随后轻蔑地开口说道：不好意思，如果你不是来买房的，还请你立刻出去。听着这话，我眉头不禁皱了起来。你几个意思啊？我就不能进来看看吗？看我还敢说话？那女人冷笑道：我们这还真不是谁都能来看的，就你这副穷酸样，给你10辈子你也买不起一套。看着她那狗眼看人低的模样，眉头也是越发的皱起。旋即我轻轻摇了摇头，懒得跟着家伙继续废话。我掏出手机拨打之前联系我的电话，甜美的女声响起：先生你已经到了吗？我现在就在售楼大厅里，不过你们的人似乎不太欢迎我，还想请我出去吗？电话那边传来不可置信的声音：怎么可能？王先生您稍等下，我和经理马上就过去。此刻经理室内，宋经理的脸漆黑如墨，他完全没想到自己都这么叮嘱，还有人得罪这位神秘无比的王先生。说话间，两人一路小跑奔向1楼大厅。女主管看着我挂断电话，脸上更是轻蔑：小子还挺能装啊，我看你能叫下来什么人？与此同时，冲下来的宋经理看到这一幕，心中的怒火彻底喷发而出：廖莹莹，你在做什么？听着这一声怒吼，廖主管顿时浑身一个激灵，看清来人立马露出一个谄媚的笑容：宋经理您咋下来了？难道说王先生人马上就要到了吗？您放心，我现在就把这个碍事的小子给赶出去。说完之后，廖主管立刻看向了我，大声地说：听到没？我们马上有贵客过来，你现在是自己滚出去，还是老娘叫保安把你插出去？随着这句话落下的瞬间，宋经理可谓是怒火中烧：放肆，你跟谁说话呢？随着一声怒吼之后，宋经理连忙越过了廖主管，来到我面前，在一众准备看戏的销售们满脸震惊和错愕下，一个标准的90度鞠躬，大声地开口说道：王先生，万分抱歉，我们来晚了，我是东郊售楼部的经理，您喊我小宋就行。刚刚手下的人不懂事冲撞了您，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伴随着这宋经理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所有人都是陷入了呆滞，眼前这个青年竟然就是神秘富豪王先生，这么一位超级神豪怎么穿得如此低调？再看之前的廖主管，此时身体是因为惶恐一阵忍不住的直打哆嗦。宋经理，您是跟我开玩笑的吧？而宋经理冷冷的回过头：我之前跟你们说过，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走进来的客户，你是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了是吧？你自己去人事部办离职手续吧。廖主管顿时慌了神，扑通一下子跪在了地面上，大声的开口道：宋经理，我错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再也不敢了呀。宋经理没有任何的反应，只是笑着看向了我道：王先生，我们里面请。我淡淡的回了一个N字，抬脚往里走去。宋经理心底则是万分的感慨，他猜测我怎么也得是
30-40岁的中年人，没想到竟然如此年轻，莫非是尹氏家族的公子不成？王先生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我们这套价值6亿的东郊1号院楼王，放了这么多年也没人有实力购买，因此也是成了我们董事长的一个心病。这次您出手也算是了了我们董事长的一个心病，我心里也是有点惊讶。我在 App 上买的这个别墅竟然价值6个亿，这简直是赚翻了呀！我摆了摆手，随口道，也没花多少钱。我这话确实是实话，因为我只花了1毛钱。但是这番话落在宋经理耳朵里，就完全变了味道。他认为我说的6个亿是没花多少钱。此刻办理完手续，宋经理跟着我到售楼处门口，他看到我的限量版保时捷后，眼睛瞪得圆圆的。作为跑车爱好者，他非常熟悉这辆车，正是全球只有一辆的限量版保时捷911 GT 198。他深知想要弄到这辆车，可不仅仅只是需要足够的钱，而是需要一定的身份和背景。在宋经理愈发尊敬的目光中，我驾车开向东郊1号别墅。我所在的别墅是整个别墅区的最深处，占地最大，位置最好。我看着一共4层的别墅，喷泉、园林、露天泳池应有尽有。这一刻我才终于明白，原来贫穷真的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与此同时，我对面的2号别墅内，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手中端着一杯咖啡，正看着我所在的1号别墅。孙叔，这1号别墅被人买下来了吗？身后的孙福点头道，是的小姐，这1号别墅是被一个姓王的年轻人给买下来了，具体的消息我还在查。少女则平静的道，先别查了，能拿下1号别墅，身份背景肯定不简单，对方很可能是位世家公子，贸然去查对方可能会引起他的反感。听着这话，孙福连忙应道，是我唐突了，小姐。少女心底沉吟道，这人如此低调，随随便便就入住了，没有丝毫庆祝，给人的感觉像是对这价值6亿的1号完全不在乎。他突然对这位神秘的王先生产生了兴趣。孙叔，明天你去拜访一下王先生，礼物就取一只90年的康帝吧。而另一边，我坐在沙发中，抬眼看着垂下来的水晶吊灯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有点恍惚。开着8000万的跑车，住着6个亿的别墅，一看账户余额还剩9块8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物业费已经交了，估计我连物业费都凑不齐啊！必须得想办法搞点钱。晚上11点50分，我的心情有点紧张，不知道今天软件会刷新什么商品。随着12点1过，一件新的商品刷新出来，君悦华庭小区1号楼120套房子，补贴价1毛。看着眼前的商品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有没有搞错呀？这不是我之前租住的房子吗？这个小区80%以上都是租户，因为除了离地铁近以外，附近就是科技园，一套房子至少要500万以上。1号楼一共120套，算起来就是6个亿。他喵的，买了！购买成功的信息立马弹了出来，购买成功，商品配送中，预计配送时间15分钟，请您注意查收。15分钟之后，一个沉闷的声音响起，2个纸箱子落在了地面上，里面清一色的全是房产证。我咽了咽口水，眼睛发直，这下发了呀！随手拿起一本房产证翻开，地址君悦华庭小区1幢101室，使用面积98.3平方米。所有人王小黑。看着简单的文字，我只感觉口干舌燥。这里的每一本房产证上都是我的名字。脑袋恍惚中想起了某乎上的一个提问，从身无分文到身价上亿需要多长时间？此刻我觉得我有资格回答，只要15分钟。君悦华庭这个小区还是十分受租户欢迎的，就算合租的话，一间房也要2-3千块。我略微算了算，120套全租出去，那即便是自己1年什么也不干，纯房租收入也得有几千万。我的嘴角已经快咧到耳根子了，真是万恶的资本啊！不过现在这个资本的持有人是我。伴随着兴奋的心情，我躺在床上逐渐睡去。第二天一早洗漱完之后，我眉头微皱。别墅虽大，但没有什么生活用品，应该把出租屋的东西搬过来。我抱着2箱房产证，开着车直奔君悦华庭，停在了小区对面的链家地产。中介的态度非常客气，他认为我妥妥的就是一个富二代呀。我手中有2栋房子要出租，中介眼神略微有些失望。出租房子他是没多少提成的，2套房子是吗，先生？您的房产证带了吗？我用手指了指那2箱子房产证，他下意识地打开，倒吸一口凉气。难道说这2箱子都是房产证吗？随即他瞬间反应过来，您就是那位买了2栋楼的王先生吗？今天早上在他们这片区的中介，这个消息早就传开了，所有中介都想要联系到这位神秘王先生，而这个人现在就在自己眼前。我轻轻点了点头道，没错，是我。如果这些房子全都出租出去，那提成就能赚翻了。中介这么想着，神情激动无比。我要等多久能全部出租呢？中介回过神来，王先生，您这单子太大了，我得去喊下我们经理。说话间，他跑进了经理室，大喊道：“周经理！”而周经理眉头微皱，什么事？没见到我在打电话吗？周经理，王先生来了。什么王先生、李先生？就这么点小事？刚准备继续责骂2句，猛地想起了什么。你说的是2栋楼的王先生？周经理扔了电话，一路跑到前厅，望着我那2箱子房产证，目光炽热。王先生您好，我是这的经理，您喊我小周就行。我点点头道，这些房子如果能尽快租出去的话，我可以独家提供给你们。周经理顿时精神一振，拍着胸脯表示绝对没人比他们更快。王先生，您要不要一起吃个便饭？我摆了摆手拒绝道，不用了，我还要去搬家。周经理一愣，随即谄媚地说，交给我们吧，王先生。来到小区17楼我租住的房门口，我赫然发现我的东西全都被丢了出来。我推门进去，发现房东大妈正在带新租客看房。我望着我被扔在门口的东西一阵冷笑，房东则是一脸轻蔑，回来了正好，拿着你这堆破烂赶紧滚。我平静地说道，我记得我们的合同还有6天才到期吧，你现在把我东西扔出去是公然的违约。房东大妈则叉着腰，我就违约了，那又怎么样？周经理此刻从门口挤了进来，
房东一见到周经理，脸色却是一变，因为他是全托协议，现在带人看房私底下出租，那是要付一大笔违约金的。周经理面色冷漠下来，女士，你说话放尊重点，这位可是我们的大客户，拥有120套房产的王先生。房东大妈一脸不可置信，你们搞错了吧？他就是一个小租客，怎么可能搞错？房产证我们都带了。房东大妈不明白我这么有钱为啥还租房，一瞬间有些怯懦的开口道歉，对不起啊，王先生，都是误会。我冷笑了下，现在你跟我说是误会，这违约金你赔定了，而且我的私人物品都遭到了破坏，你就等着法院见吧。房东大妈如遭雷击，她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演化成这样。王先生，你看我双倍赔偿你可以吗？不要去法院行不行？我摇了摇头道，你看我像缺钱的样子吗？随即眼神示意了下周经理，周经理则微笑点头道，放心，这个我有经验。处理完房子的事情已经到了下午3点，我简单收拾下自己的东西回到了东郊别墅。正当我思索晚上该干点什么的时候，门铃随之响起，我打开门看见一位西装笔挺50岁左右的男人拿着一个礼盒，我有些疑惑地问，请问你是？先生你好，我是您对面2号别墅的管家孙福，我家小姐听说搬来了新邻居，特意让我来拜访一下。听着这话，我把大门打开，您家小姐真是太客气了，我叫王小黑，老先生请进。送过礼物之后交换了下联系方式，老管家就起身离开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2号别墅吗？这些有钱人还挺有意思。我随后拆开精美的礼盒，一瓶标签有些泛黄的红酒出现在我眼前，罗曼蒂克康帝1990，我勒个去，康帝还是1990年的。对于红酒我还是略懂一点的，这属于红酒中的王者，这一瓶怎么也得30多万，第一次见面就送这么大的，难道这就是有钱人吗？而我完全不知道2号别墅的大小姐此刻把我看作某个大家族的少爷，在外人看来花30万结交一个公子哥完全没有必要，而在他眼里这买卖稳赚不赔。晚上临近7点钟，我正准备来一把王者的时候，公司组长方红电话打了过来，我略带疑惑地接起电话，你小子今天怎么没来公司啊？我这才想起来我还有搬钥匙，随口说道，哦，今天有点事就没去。组长则语气有点低落，行了，以后都不用来了，咱们公司倒闭了，工资会给你正常打到卡上的。我微微惊讶，怎么我一天没去公司都黄了呀？明天中午11点来浦江堂阁2楼的玫瑰厅，大家都在那里吃丧火饭。我思索了一下，毕竟1年同事还是有点情谊的，应声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早上8点钟，我一边吃早饭一边点开万亿补贴，今天的商品已经完成了刷新，是罗杰杜比王者系列 X0406 腕表，还有倍数消费返现卡。罗杰杜比这个腕表牌子我是知道的，算是新秀品牌，虽然没法跟百达翡丽、江诗丹顿这些100-200年的超级大牌相比较，但是从档次和品质上相较而言，罗杰杜比不弱于人。我复制了下商品名，点开搜索，这块表竟然价值420万，我吞咽了一口口水，毫不犹豫地点下购买。消息立马弹出，恭喜您购买成功，预计配送时间3小时。这次的配送时间有点长啊，不管它了，消费返现卡是什么意思？先买了再说。我继续吃着早饭，一条短信弹出，您尾号222的借记卡3月25日收入212万元，活期余额2120009.5元，吓了我一大跳。随即链家周经理的信息发了过来，原来是我那120套房子租出去了一部分，这赚钱速度着实恐怖啊。随后我给老妈转账20万，本来是想多转一点过去的，但是很可惜限额了，如果一次性赚1半过去的话，估计得把老妈吓到。但即便是如此，还是吓到了。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，儿子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老妈焦急地询问道，毕竟20万在我们家是一笔不小的钱。我找了个借口，妈，这是年前我和朋友开公司赚的钱，这是公司盈利的分红，我自己留了一部分，你们拿着改善下生活吗？老妈听着这话松了一口气，我和你爸有钱花，这20万留着给你存着娶媳妇用。和老妈聊了将近20分钟，挂了电话。此时手机上出现提示，消费返现卡已到账，详细请查看物品栏界面。我点开仔细查看详细介绍，使用之后，接下来一次消费行为将会获得10倍以内的返现。我眼睛猛地亮起，距离10点还有几个小时，先去买点衣服再说。一路开到国金广场，我直奔阿玛尼专柜，店里一个大金链子的油腻男带着一个年轻女人打量着我，你们阿玛尼怎么做事的？这小子穿着一身地摊货，你们都给放进来了。而女销售则是一脸尴尬的看向我，显然她心里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还是给我介绍起来，你们家这级别的主打都有哪些？女销售连忙道，您面前的这7件都是这季的主打款。还未等女销售把话说完，我摆了摆手，行了，都包起来吧。此话一出，女销售傻了眼，先生您确定吗？油腻男也在一边讥讽道，还真以为自己是神豪呢，一会儿掏钱的时候可别拿不出来。我对油腻男的话完全无视，随手指了指旁边的2双皮鞋，一起包起来，刷卡吧。周围的顾客不禁有些错愕，女销售取来 POS 机，随着滴的一声，付款成功。油腻男傻眼了，此时的表情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，他认为我就是在内装，没想到我是真的有实力。而我的手机上提示弹出，恭喜获得6倍返现，我心里乐开了花，瞟了一眼油腻男人，我身后响起一道声音，王先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来人正是2号别墅管家孙福。油腻男眼神一亮，谄媚的和孙福打招呼，孙总，我是福明水泥的小赵啊。孙福皱眉思索了下，想起了这位小赵是公司的一个供货商。孙福看了一眼我，见我玩味的笑着看着油腻男，顿时反应过来了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要在我面前乱讲话，什么福明水泥我没听过。转头望向我笑了笑，我点头微笑着离开柜台。孙福扭头看向油腻男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连王先生也敢得罪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油腻男彻底呆滞了，他没想到被他当作穷小子的人，连魔都超级大公司鼎盛集团的副总裁都毕恭毕敬，自己这回是完了呀。而我正准备回家梳洗一番，穿着我的阿玛尼去吃丧火饭。半个小时后，我来到浦江堂阁停车场，
保安看到迎面而来的限量版保时捷，态度立马恭敬。尽管不知道这车具体是哪款，但是看着外形就知道价格不菲，恭敬的帮忙打开车门。与此同时，两个漂亮的女孩也注意到了这里。丽丽，你看那里，这不是王小黑吗？对啊，她不是从农村出来的吗？你可别乱说，说不定人家很低调，她可不是赵思曼那样的女孩，没什么见识。这辆非常规的保时捷一看就不简单，所以他认为王小黑以前都是低调，而现在公司破产了，所以他不装了，摊牌了，他其实是个富二代。我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红票塞给保安，帮我把车看好了，别让人给划了。保安笑眯眯的接过钱，看着我离去的背影呢喃道，一出手就是1500，活该人家开保时捷，真帅啊！我正走到包间门口，电话响了起来。您好，罗杰杜比专卖店，请问您是王先生吗？我嗯了一声。您订购的罗杰杜比王者系列 X0406腕表已经到了，我马上给您送过去。您的位置是？我现在人在浦江堂阁餐厅2楼玫瑰厅。好的，王先生，10分钟内我们就能到。到了包间后，我和同事们打个招呼，一个梳着油头的青年快步的走了进来，一进门就把宝马车钥匙丢在桌子上。各位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路上堵车。哟，孙经理换车了呀？孙经理大大咧咧的笑着，这不刚找了个绿城集团的财务副总监吗？就给自己奖励了辆宝马 X7。这话落下，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。绿城集团可是咱们魔都的大公司啊！一瞬间，不少人开始恭维敬酒。孙经理满脸骄傲，这副总监也不好当，挣不了几个钱的。说着，故意把袖子捋了捋，露出一块造型新颖的手表。眼尖的同事顿时认出这块手表。孙哥，你这是罗杰杜比吧？这得不少钱吧？孙经理脸上已经堆满了笑容。哎呀，不值几个钱，我这块是王者系列入门款，价格也就10来万。不少人投来羡慕的目光。虽然孙经理已经快乐的不得了，但还是故作云淡风轻的说，我跟他们一个店员很熟悉，昨晚听他说有个神秘富豪订购了一块400多万的，那个才叫上档次呢。孙经理这一番操作主要是想引起钱丽丽的兴趣，毕竟钱丽丽可是他们公司的大美女。当他看向钱丽丽的时候，却发现人家压根没注意到他，而是一直在看着我。孙经理顿时感觉没那么快乐，他不怀好意的看向我，小王啊，你找到新工作了吗？我淡淡的开口回答道，多谢孙经理关心，我还没找好。孙经理露出冷笑，年轻人嘛，不要好高骛远，正好我们绿城集团还缺几个保安，你要不要来试试？这是赤裸裸的嘲讽啊！气氛一瞬间安静下来，我则十分平静，仿佛听不出来一样。不用了，我手里还有点钱，准备做点小生意。孙经理则是嗤之以鼻，做了1年的同事，他怎么会不知道我的经济状况？正准备继续开口，瞳孔一缩，他注意到了我的阿玛尼，当即阴阳怪气的开口道，哟，小王，你这阿玛尼挺真的呀。其他人也纷纷把目光看向我，穿不起牌子可以不穿，没人会笑话，但是穿假货这就让人很想嘲笑一番。我心中顿时也是有了火气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，再不还击的话就不是我的性格。与此同时，赵思曼噗的一声笑了。孙经理皱眉问道，你笑什么？赵思曼再也憋不住了，开始放声大笑。哎呀，孙经理，人家好歹也是开得起保时捷的富二代，至于穿假货吗？你怎么想的呀？孙经理看向我的目光带上了匪夷所思，这小子1年来天天穿的都是地摊货，不可能，绝对是租的。与此同时，包间门被推开，罗杰杜比的店长提着袋子走了进来。孙经理连忙站起来打招呼，周店长你怎么过来了？而周店长显然也没太在意，哦了一声，我来给我们店 VIP 客户送手表。孙经理一愣，这 VIP 客户他是知道的，至少需要购买100万的手表才有资格，在座的哪有能买得起的？周店长看了眼我身上的阿玛尼，快步走到我身前，您就是王先生吧？您的表送来了。所有人都亚麻呆住了，孙经理则仿佛是有人挖了他家祖坟一样，你们一定搞错了，他就是个装逼的穷小子。周店长则脸色一冷，这位先生，你是在质疑我们店的能力吗？王先生所订购的是价值420万的王者系列，绝对不会搞错。而我在所有人注视下，把手表戴在手上。有人想起了之前孙经理说的神秘富豪，我的天啊，原来那个表就是王哥这块啊，真是低调啊。王哥不像某些人找个副总的工作就各种吹嘘，看我王哥买了400万的表都不炫。此刻的孙经理脸被打得啪啪的，他顿时觉得自己无地自容了，看着自己10万的罗杰杜比，顿时感觉不快乐，说着自己不舒服，灰溜溜的就跑了。孙经理一走，众人开始围着恭维我，我却笑了笑，这群人没钱对你爱答不理，有钱又纷纷围着你转。一顿饭吃完之后，我却犯了难，我喝了酒叫代驾，竟然没人接单。正准备打车走的时候，钱丽丽喊了我的名字，我扭头笑着道，钱大美女找我什么事啊？钱丽丽脸色一红道，油嘴滑舌，我这不是看你没法开车吗？要不坐我的车走吧？我微微一愣，旋即笑了笑道，钱大美女邀请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说着，钱丽丽把我带到了一辆玛莎拉蒂总裁面前，我心里暗自吃惊，之前在公司真没注意到她是个小富婆呀。上了车我才发现还有一个人，正是赵思曼。她笑眯眯地看着我说，丽丽，要不我下车给你们留一个2人世界。钱丽丽脸色一红，顿时娇嗔道，别乱讲，转头问我家在哪里。东郊1号一栋。赵思曼惊讶地开口道，东郊1号可是魔都最贵的几个小区呢。我笑了笑说，也就那样吧。不过钱丽丽心里却是震惊无比，她可知道东郊1号院一栋代表着什么。最近几天魔都上流圈子里已经传开了，没想到这神秘的富豪竟然是王小黑。20分钟后来到东郊别墅门口，钱丽丽准备驾车离开，你们不进去坐坐吗？钱丽丽有些犹豫，而赵思曼则笑嘻嘻的道，丽丽姐，
要不咱们就进去坐坐吧。钱丽丽脸色一红，点了点头。送走两女后，我窝在家里打游戏。12点整，我准时拿出手机点开万亿补贴，叮的一声，新的商品刷新出来，2代大红袍3斤，补贴秒杀价1毛。看着这商品，我呼吸急促起来。这2代大红袍是从母树上嫁接所产的叶子，而母树的叶子是不能再进行采摘的，所以这2代的叶子可谓是达到了天价，一克就得值1万多块啊！3斤2代换算下来，那就是1500万，好东西啊！果断买了，恭喜您购买成功！商品预计配送时间6小时，请您注意查收。看着购买成功的消息，我心满意足的睡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看到客厅茶几上摆了一个大号纸箱子，拆开一罐浓郁的茶香扑鼻而来，真不愧是2代大红袍啊！等会儿给2号别墅的主人送一罐过去，毕竟人家可是送了我一瓶90年的康帝，光吃不回可不是我王小黑的性格。9点钟，我敲开2号别墅的大门，管家孙福看见我之后满脸笑容：“哎呀，王先生您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”我笑着点头道：“孙先生送的康帝很不错，正好我这倒了点好茶。”寻思着给你送点过来。听着我的话，孙福微笑着看向我手中的茶叶，就这一眼，顿时眼睛都看直了。他看出这竟然是2代大红袍。这茶虽然市价是1克1万，但是架不住产量有限，所以茶室内早就炒到了1万5。这一罐下来怎么也得75万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心惊。这王先生看起来仿佛是随手送出个小玩意，这么大手笔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王先生，这茶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啊。我笑了笑，开口说道：“哎呀，又不是什么好玩意，孙先生收下就是了。”孙福听着我的话，眼皮子一抖，神特喵不是好玩意。王先生，这茶都已经到1万51克了，如果您愿意割爱的话，我倒是可以买下来。听着这话，我也是小小的惊讶了一把。我家里还有28盒没拆呢，这么算下来至少是2100万。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淡定的道：“孙先生别客气，我家里还有好多呢，我又喝不掉，愁的我都想着要不要拿去煮茶叶蛋了。”孙福顿时脑袋狂震，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那个王先生，你手里还有多少？我愿意收购。我听着这话，心里乐开了花，鱼上钩了，表面却装作一副不在意的样子。还有10多盒吧，你要是喜欢直接来拿就是了。买什么呀？我都准备煮茶叶蛋了，反正也不值几个钱。孙福听着我这番话都快喷了，700多万这叫不值几个钱？这就是狗大户吗？不过孙福可没准备过去直接拿，这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？不行不行，我这边是诚心想要收购一些的。听着这番话，我微笑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那就聊聊。经过一番交流之后，最终以每罐75万的价格购买10罐茶叶，不到半分钟便又进账750万。2号别墅2楼内，红发少女看着眼前的茶叶，嘴角勾勒出一抹笑容。看来这王先生是一条过江龙啊！孙叔，你自己拿走1盒，送给生意伙伴一些，剩下的老爷子70大寿我要给他送一盒。而此刻我盯着手机余额的短信发呆，一共1000多万了，我这就成千万富翁了。这来钱的速度比抢银行还离谱啊！等过段时间房屋出租的钱到账，我卡里又能再涨一点。不过这孙先生可能不仅仅是管家这么简单，从昨天阿玛尼店里那油腻男对他的态度，还有今天这750万的生意，对方绝对还有什么身份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先去把车取回来再说。我打车来到浦江堂阁门口，保安依旧是昨天的那个，一见到我顿时满脸堆笑的迎上来。王先生您来了，您的车保证一个接近的人都没有，相信一个长春人的眼睛。我看到车身两边全都空出了一个车位，顿时心情非常愉悦，又掏出了几张红票票。在保安一声声王先生真帅的赞美中，我开车离开。这车用的一直是临时牌照，现在我得去办个正式牌照，也不知道 APP 是怎么办到的。一般来说交管部门办事没这么快，而我不到20分钟就走完了流程。装好牌照以后，我开着车路过一处大学城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注意。我想着家里没什么吃的，就把车停在了学校对面的超市旁边。20分钟后，我拿着购物袋走出超市，发现不少人都聚集在我的车旁边。一个少女正在前面拍着照片，我上下打量了一眼，这颜值起码90分起跳啊，而且还是纯天然那种。我眼睛顿时一亮，微笑着朝她走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打扮妖娆的女人拉住了我：“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没看到都在排队吗？你想插队啊？”旁边一个女孩也是说道：“就是，下头男一点素质都没有。还有那个拍照的，你拍完了吗？磨磨唧唧个什么劲儿啊？”正在那里拍照的美女顿时有些尴尬，小声的说：“稍等，我马上就好了。”此话落下，浓妆女子又开口道：“轩轩，我的妆没问题吧？你说待会那车主能不能看上我们了？放心好了，以我们的美貌拿下这车主不是分分钟的事。”听着这话，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两个女人，浓妆艳抹的俩绿茶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自信？随即摇了摇头，叫轩轩的女孩立马眉毛竖了起来：“你摇什么头啊？你还当你是车主了不成？”我拿出车钥匙轻轻按下，滴滴2声，车灯闪了闪。我打开车门，淡淡的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这车还真是我的。”说着，我看着之前拍照的少女，这么热的天，要不到车里面去拍几张啊？顿时少女脸色羞红，坐进了副驾驶位上。车门关闭，外面的那两个女人脸色已经涨红了。想到之前嘲讽的话，两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一阵犹豫后，轩轩弯着腰，低着头凑到车窗前：“小哥哥，人家也热嘛，能不能也上车拍几张呀？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扭动着身体，还故意把衣服拉了拉。我看到他这副模样，顿时一顿作呕。对不起，我这车只欢迎人类上来。接着轰的一脚油门，车子咆哮着驶离现场，叫轩轩的女子气得原地直接蹦起来。不就是一辆破保时捷吗？要在我的法拉利、兰博基尼多的是，谁稀罕你这一辆破保时捷啊？听着这话，旁边一个男生扑哧就笑了，还兰博基尼、法拉利，刚才那可是911 GT 198，价值8000万的神车。这轩轩彻底傻眼了，转头看向另一个女人：“都怨你，要不是你这个臭绿茶，老娘怎么会错过刚才那个小哥哥？臭绿茶，你骂谁？”一瞬间，塑料姐妹花感情破裂，两人互相抓着头发扭打在一起。旁边观战的男生惊呼：“泼妇厉害呀！”
发生的这一切我都不知道。此刻我正带着妹子在大学城兜着风。少女原来名叫谢雨墨，是隔壁摩西大学的大二学生。你不是要拍照吗？你可以在车上慢慢拍。听着这话，谢雨墨点点头，掏出手机挑选了一个角度后，手机屏幕里她的大长腿占了一半，剩下的区域里包含了我的手表和车标。看着这拍好的照片，我不禁心里暗道，好诧异啊。随后他在朋友圈中得知我手上戴的表竟然价值400多万，直接轰炸了他的朋友圈。在一番闲逛之后，我邀请他一起吃午饭。谢雨墨眼前一亮，但还是佯装迟疑矜持，不过到了最后轻轻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我随便找了一家自助餐厅。谢雨墨原本以为我会带他到高档餐厅的，我则解释到那种餐厅你永远吃不饱，回家总是得再煮一碗面。听完他不由得扑哧一笑。与此同时，商场楼上火锅店，一个中年男人满脸的懊恼，正是之前剐蹭保时捷的大奔车主。旁边的胖子正在劝着他，村哥，不就是错过结交的机会吗？这有什么好丧气的呀？中年人越听越来气，你懂什么？如果上次我硬要赔偿结交上的话，对方从手指缝里露出来的就够我们再上4、5层楼。听着这话，另一个同伴撇了撇嘴，行了，魔都圈子就这么大，以后总有机会遇到的。说着，几个人开始干饭，准备完事去喝点酒。一行人准备向外走去的时候，一声惊呼响起，是村哥吗？大奔王村转过头，看见一个大金链子黄毛，正一脸兴奋地看着自己。赵村稍微回忆了一下，原来是自己收的小弟江晨，这家伙是个暴发户，家里原来在魔都有几套房子，拆迁后分了几千万，后来在一个酒会上认识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小陈，这不是刚跟我女朋友吃完饭？村哥是要去酒吧吗？一起啊。而我这边和谢雨墨吃完饭，我让他先去外面等我，我去结账。没想到刚出餐厅，谢雨墨就被人缠上了。这不是我们魔系的校花吗？怎么来这么垃圾的餐厅吃饭了？我也正好走出门口，还没等我说话，那女人率先开口道：哟，这是你男朋友吧？长得还行，可惜是个穷逼。我脸色立马冷了下来。那看来你是刚从高档餐厅出来了。听着这话，那女人满脸骄傲。那是，我刚跟我男朋友吃完高级牛排，人均消费至少1000以上。对此我点点头道：那你男朋友胃口挺好的。两女一瞬间都有些发愣，我则是鄙夷的看着她，如果胃口不好的话，你都长成这样了，他怎么下得去嘴啊？谢雨墨顿时扑哧一声跃了出来，那女人气得身体都开始颤抖。她转头看到她男朋友和一群人走了过来，一个大金链子的黄毛格外的显眼。老公，这家伙欺负我，你快帮我教训他。看到我的一瞬间，赵村激动的都快哭出来了。这是那位他心心念念的保时捷车主，而在他旁边的黄毛江晨则是脸色一黑，3、2步就冲了上来，指着我就开喷：你小子不想混了是吧？敢惹我的女人！这句话落下的刹那，赵村的面色骤然就是一变，看着这黄毛，心底的怒火顿时喷发而出，3步并作2步，直接的来到了黄毛的身边，随后猛地就是一脚踹出，顿时黄毛一个踉跄跌倒在地，同时赵村暴怒的声音也随之响起：谁允许你跟这位先生这么说话？黄毛整个人在地上蒙圈了，下一刻他略微呆滞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事，只见赵村满脸兴奋，神色激动：哥，没想到能在这遇到你呢。我看着眼前的人的确有点眼熟，你是？哥，我呀，之前咱们在停车场里见过的，我当时开了一辆大奔。赵村语气越来越激动，我随即也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把我撞了的那个大奔车主。哥，我叫赵村，您喊我小赵就行，这态度要多谦卑就有多谦卑。我叫王小黑。黄毛脑袋里已经炸开了锅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为什么连村哥都要喊这家伙一声哥？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？我目光落在旁边发愣的黄毛身上，这家伙你认识？众人的注意力再度集中到黄毛身上，黄毛吓得都快哭了。哥，我错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看了看他没有说话，赵村立马心领神会的开口道：还不快滚，从今往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赵村既然准备讨好，自然就要给出一个满意的交代。黄毛则是彻底慌了，村哥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赵村在魔都富人圈中还是小有名气的，如果一旦被他列入黑名单，那以后自己在魔都可以说寸步难行。赵村这时眉头一皱，猛地一脚把黄毛踹开，滚开，别让我说第3遍。说完这句话，赵村看了眼我，王先生，我们走吧。随后一行人朝着电梯走去，黄毛则是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当中，暴怒的一巴掌抽出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女人，老子遇到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电梯里，赵村看着旁边的谢雨墨，这位是嫂子吧？长得果然漂亮。谢雨墨的脸色一红，低着头在那里摆弄着衣角。我笑了笑，看向他身旁一众富二代，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啊？这胖子是吴勇，是我的好哥们，家里是开外贸公司的。一圈介绍下来，我倒也认识个七七八八了。赵村一脸笑容的道：王先生，我之前跟朋友说了您的那辆保时捷，我这帮兄弟都是跑车发烧友，您看能不能给他们开开眼界？我扑哧一笑，就这事啊？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，正好我今天就开着呢，带你们一起过去看看。众人神情为之激动，要知道这种车大多数人买了都不会开的，大概率放在家里当收藏品。您把那车开出来了呀？赵村激动地吞咽着口水，我则一脸无所谓。要不然呢？车这东西买回来不就是用来开的吗？要不然买它干什么？随即一群富二代开始附和起来。对，车买回来就是开的，是我们眼界窄了。看看王先生这觉悟。在我的带领下，一行人来到地下车库，一众纨绔们开始猛夸，这车实物也太帅了吧，王先生牛啊，这车都能拿下来，少说也要8000万吧。这句话落下之后，站在那里的谢雨墨顿时被惊呆了。谢雨墨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被颠覆了。哥哥好厉害，
这么年轻就买得起8000万的跑车？我则笑着摇了摇头，还好吧，这车也不贵。我说的确实是实话，毕竟我买这车就花了1毛钱。听着这话，旁边一群富二代顿时嘴角一顿抽搐，心底开始疯狂吐槽：这说的是人话吗？8000万的跑车这叫不贵？那我们这些买一辆400、500万跑车还要犹豫半个月的，算乞丐吗？大笨赵村则是一脸兴奋的道：王先生要不要一起去 KTV 玩耍？我们准备去个熟人的场子。我则是转头看向谢雨墨，他微微迟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好。我开着我的911 GT198跟在一众富二代的小跑车后面，路上的其他车很有默契的开始避让我。到了一处红绿灯，车队齐刷刷停车，车队后面一片空旷，没有任何一辆车接近。旁边等红灯的车主心里不禁吐槽：这是谁家的富二代又出来炸街了？这最便宜的跑车都得100多万吧？绿灯之后，等车队全都冲出去，旁边的其他车主才敢慢慢起步。开玩笑，这要蹭了岂不是得赔死？很快我们来到地上天堂 KTV 停车场，老板赵斌早已经在这里等着了。当他看到我的保时捷开进来以后，眼睛顿时就直了。他可是个超级跑车发烧友，自然认得出这辆限量版保时捷。倒吸一口冷气，激动的都快跳起来。究竟是谁能拿下这辆车？整个魔都的富人圈子就这么大，无论是谁，我应该第一时间知道了呀。而此时我也带着谢雨墨推开车门，一瞬间老板赵斌愣住，这张脸我没见过呀。村哥，这位先生是？王村大大咧咧的笑着，这位是王先生，我的好大哥。赵老板深深的看了我一眼，热情的招呼我们朝内部走去。就在我们都进了包房之后，老板赵斌小声的询问王村：村哥这人啥来头啊？王村神秘兮兮的看了他一眼，语气耐人寻味：老赵啊，这魔都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啊，所以有些事情还是别去探究的好。能拿下这车什么来路还重要吗？实力已经摆在那里了。唱了几个小时歌后，因为喝了酒，我们在附近的酒店开了房间准备休息。我单独给谢雨墨开了个房间，自己玩着手机。没想到门铃突然响起，哥哥睡了吗？我起身打开房门，瞬间倒吸一口冷气。只见谢雨墨穿了一身宽大的白色浴袍，领口显得十分宽松，我顿时感觉有些天旋地转。谢雨墨则是表现出来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哥哥，我一个人住大房间好害怕，今晚能不能和你一起住？我眼睛微微眯起，下一刻一把将他拽了进来。都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岂有不鼓掌的道理？第二天清晨醒来，我望着满脸疲惫的谢雨墨喊他去吃早餐，他神情幽怨的看着我，磨磨蹭蹭的去洗漱。到了餐厅之后，我发现赵村顶着2个大黑眼圈，你这昨晚是干啥去了？得节制啊兄弟。赵村十分幽怨的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没啥，就是昨晚听了一夜的2重奏，这酒店隔音效果太差了。我顿时有些尴尬，捂着嘴猛咳。吃过饭后，我留了谢雨墨的电话，把他送回学校。回到家，打开万亿补贴 APP， 顿时2件物品刷新出来，分别是劳斯莱斯库里南和环球 M 大楼，补贴价统统只要1毛钱。我微微有些惊讶，今天居然刷新2个，而且都是好东西啊！买！5分钟后，2个袋子出现在桌子上，其中一个是库里南的车钥匙和行驶证，而另一个我打开之后吓了一跳，居然是 M 大楼的产权证，而且所有人还是我。要知道这可是价值100亿的大楼啊！我原本以为会给我1层，没想到竟然1栋都给我了，这下是真的发了呀！我正打算开着新车去这大楼逛一逛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没想到竟然是钱丽丽发来的短信：小黑，你能来一趟前园 CBD 这里吗？我想了想，那里离我这也不远，回了信息行没问题。钱丽丽看着我的信息松了一口气，原来她今天去面试的时候被人事总监缠上了，非要约她吃饭产生进一步的了解，于是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。钱丽丽抬头注视着油腻总监：周总监，我今天有约了，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接我。周总监掏出一把奔驰车钥匙晃了晃，故意的炫耀着：没事，我想他为了你的前途的话，会理解你和我一起共进午餐的。他认为钱丽丽这种女孩是没见过什么钱的，至于男朋友肯定是他瞎编的，就算是真的和他差不多大，肯定也是个穷逼。钱丽丽顿时翻了个白眼，毕竟她还不想撕破脸。这周总监在魔都的关系人脉还挺深的。就在此时，我开着我的库里南停在了不远处，车门打开后，周总监投来羡慕的目光，这是谁家的富二代呀？这么年轻就开库里南。而旁边的钱丽丽也被惊到了，她原本还在找我那辆保时捷呢，没想到今天开的是劳斯莱斯。我走到钱丽丽面前，微笑道：我们走吧。接下来周总监彻底傻了，口中惊呼：这开劳斯莱斯的是你男朋友？钱丽丽脸上顿时有些绯红，我则愣了愣，心里琢磨什么男朋友，旋即我顿时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把钱丽丽往自己怀里拉了拉：对，这车是我的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听着我的语气，周总监尴尬，自己拿奔驰跟人家库里南炫，自己1年工资估计都没人家零花钱多呀，只能尴尬的打着哈哈。那个既然钱小姐男朋友来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说完急匆匆的逃离了这里。我看着周总监离去的背影，露出笑容：你和他说我是你男朋友啊？钱丽丽撩了撩头发，掩饰尴尬：你别瞎想啊，我只是因为他缠着我才随便编的理由。一边说着一边心跳加快，有些语无伦次。我玩味的看着钱丽丽：快到中午了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犹豫了下，钱丽丽点头上了车。我俯身来到钱丽丽面前，顿时她双眼有些迷离了，心底惊呼：她想干什么？难道是要强吻我吗？我要不要反抗呢？随后我一把抽出旁边的安全带，上车记得系安全带啊。钱丽丽有些懵懵的摸着自己发烫的脸颊，自己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系得安全带？自己摆出一副期待的样子。吃过饭后，我本来想带钱丽丽一起去大楼逛逛，但她说下午还要面试，让我送她过去。到了面试地点之后，我发现这地方我认识，正是谢雨墨所在的大学城。算了，还是叫谢雨墨陪我去逛商场好了。我拿起手机发了一条短信给她。此时谢雨墨正在寝室和闺蜜聊着天，看到短信顿时一阵激动，室友们全都露出姨母笑。雨墨，等会你的保时捷小哥哥来接你，带我们一起去看看呗。一行人不多时来到校门口，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，只因为谢雨墨和他的室友都是表演系校花级别的美女。
我轻按喇叭，摇下车窗，嘴里喊道：“上车！”谢雨墨见到我，顿时一路小跑，拉开车门。在一众少男少女惊讶的目光下，我一脚油门消失在了校门口，只留下少男们满地心碎的声音。哎，女神跟人走了，等我有钱了也买辆车来这里泡妞。等你有钱，你知道那车多少钱吗？那是劳斯莱斯库里南，价值800万。我靠，800万，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靠，不好意思，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另一边车内的谢雨墨有些疑惑地问：“哥哥，你今天怎么没开那辆保时捷啊？”我微笑着随口说道：“一会儿准备去买点东西，这车能当个货车，多装点东西。”谢雨墨满脸懵逼，保时捷太小，劳斯莱斯地儿大，拿来当货车，难道这就是毫无人性吗？我则淡定地开口道：“等会我们去一片国贸大楼，你看中了什么随便买。”对于谢雨墨，我还是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的，对方无非是想在自己身上获得好处罢了，而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。谢雨墨顿时眼睛一亮，娇滴滴的道：“谢谢哥哥。”到了商场，各种高端奢侈品牌把谢雨墨看花了眼，但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自己索取的度在哪里，最终能在一家古驰店里买了几件裙子和鞋子。我则随手拿起一个包，这包不错，配这身衣服正合适，反正也不贵，才几万块而已。但谢雨墨眼前为之一亮，兴奋地喊着：“谢谢哥哥！”这一片商场总共分为2个区域，除了商场以外则是办公区。买完东西，我带着谢雨墨在楼下咖啡店吃蛋糕。不远处，一个外卖小哥急匆匆地往商场内跑来，楼内的保安连忙拦了上去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商场是不允许外卖员入内的。”听着这话，外卖小哥急了：“大哥您通融下，我这单还有5分钟就要超时了，您就让我进去吧。”保安则全然的不为所动：“不行啊，这是我们商场的规矩，我放你上去我就得被扣工资了。大哥，我这一单就是送到楼上的17楼，您就通融一次吧。”外卖小哥此时急得快要跪下，离超时只剩不到几分钟了。我皱着眉头走了过去，询问到怎么回事。保安则是解释道：“不是我不想放，我也是个打工的，上面这么规定我也不敢违背啊。”我听着这话，心里顿时也是来了气，什么狗屁规定，简直是行业歧视，看来待会有必要敲打下物业公司了。我看着外卖小哥焦急的模样：“兄弟你进去吧，后面的问题我来解决。”外卖小哥连忙道谢准备上楼，就在他朝里走的时候，一道嚣张的声音响起：“给我拦住那个送外卖的，谁让你们把他放进来的？”我皱起眉转过身望过去，只见一个身穿西装人模狗样的男人走了过来，冲着保安责骂道：“你不知道放这些人进来有损我们商场形象吗？”我当即率先开口：“有损形象，简直是笑话。”随着这句话落下，这位崔经理注意到了我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管我是什么人？我就想知道是谁给你们的这个权利，不让外卖小哥和快递员进商场。”崔经理冷冷的开口：“这是我们公司董事会经过讨论才做出的决定。再说你凭什么对我们公司的决策指手画脚？”我淡淡的开口道：“就凭我是这一片大楼的老板。”这句话落下后，所有人都蒙圈了。谢雨墨更是张大了嘴巴，满脸错愕。紧接着崔经理扑哧一笑，一脸讥讽的表情：“你要是一片大楼的老板，那我还是魔都首富呢，哪里来的沙雕啊你？”听着这话，我没再多说什么，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。一片大楼顶层会议室内，物业公司董事长何天宁一脸凝重。想必大楼易主这件事大家也是都知道了，这新老板什么时候来视察还不一定，所以务必约束好手下人，给王先生一个好印象。如果物业合约续约不成功的话，对我们公司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何天宁眉头皱起，心底有些恼火。看到来电显示的瞬间，猛地站起，毕恭毕敬地接起电话：“王先生您好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会议室所有人都安静下来，何天宁神情显得紧张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冰冷的声音响起：“给你3分钟，立刻到商场内门，不到的话后果自负。”何天宁脑袋嗡的一声，他能明显的感觉到电话那头的王先生格外的生气，猛地反应过来，大声的喝道：“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哪个狗崽子惹到王先生！”说着一马当先冲出了房间。另一边崔经理笑得更加放肆了：“哟，装的还挺像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是这的老板呢。”说着又十分得意地看了看谢雨墨：“美女，你可千万别被这种人给骗了，他这种人一看就是没钱装大个，这家伙绝对不是什么一片大楼老板，毕竟我叔叔就是物业公司的董事，这个沙雕是不是我还能不清楚吗？”还没等崔经理继续把话说完，远处乌泱泱的跑过来一大批人，崔经理顿时蒙圈了：“何总您怎么来了？”崔经理脸色开始有点发白了。何天宁则是看都没看崔经理一眼，着急忙慌地走到了我的面前：“王先生您过来怎么没提前通知我们一声啊？”崔经理跑到他三叔面前：“三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人不就是个毛头小子吗？”那三叔顿时瞪了一眼他：“你给我闭嘴！眼前的人是我们一片大楼的新老板。”崔经理傻了，自己刚才竟然那么去嘲讽他，他顿时感觉自己完了。我则冰冷地开口道：“我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们把我的大楼管理得这么好啊！看来我真的有必要再继续考虑续约的事了。”何天宁满头开始冒冷汗：“王先生，请您明示，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敢招惹您？我可是听说凡是外卖小哥和快递员都不能进入大楼，这是谁定的规矩？”话音落下，何天宁猛地看向了刚才的三叔：“崔董事，大楼的安保工作是你负责的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崔董事冷汗直冒，猛地甩手就朝崔经理打过去：“老子打死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谁让你擅自做主定的这种规矩的？”崔董事在一边疯狂地殴打崔经理，我则冷冷地开口：“行了行了，苦肉计就没必要演下去了，这个规矩不是1天2天，我还真不信你这个当叔叔的不知道。”旋即我转头看了一眼何天宁：“何董，这2个人我不想再看到。”何天宁连忙点着头，然后看着后方的众人脸色冷冽：“诸位，我觉得崔建辉董事有些不再合适继续担任我们公司的执行董事，我建议剥夺崔建辉的执行董事身份，并且踢出董事会。至于保安经理崔健，开除公司永不录用。现在大家来举手表决吧。”下一秒，10多名执行董事纷纷举手表示同意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代价最小的决策，用来安慰王先生。而被剥夺身份的崔董事一脸绝望动了真，
开始了对崔经理实打实惨无人道的攻击。何天宁笑着走到了我的面前，王先生，这2个毒瘤已经被我清理干净了，您看这续约的事。听着这话，我面色平静，以后这种事不要再发生了。如果再有，直接解约。解决完 Lipam 大楼的事后，我回到了东郊别墅。管家孙福突然上门说他家小姐想邀请我共进晚餐，我心里对这2号别墅的主人也是好奇，随即跟着孙福前往2号别墅。眼前的红发少女看着我开口道：“王先生你好。”我是2号别墅的主人穆南之。一阵天南海北的闲聊之后，我开口道：“想必穆小姐今天请我吃饭，不只是想见见我这么简单吧？”穆小姐放下手中的餐具，露出微笑。其实上次从王先生手中购买的大红袍，我家老爷子非常喜欢，想再从王先生手中购买一些。听着这话，我心中了然，笑了笑。既然老爷子喜欢的话，我送上一些就是了，就当是我的一片心意了。穆小姐见我一直坚持，也不好推脱，嘴上说着这样是穆家占了王先生的便宜了。我心中想着，虽然这茶叶不便宜，但结交这么一个在魔都盘踞多年的大师，这买卖绝对值。我离开后，穆小姐目光闪烁，对着孙福说道：“这王先生绝对不简单。福叔，你觉得东海的项目是否要把他拉进来？”孙福略微沉吟了一会儿：“小姐，东海的项目价值30多个亿，我觉得以王先生的实力绝对没问题，只不过牧原集团那边不太好搞定了。”听着这话，穆南之的眉头皱起：“礼送到了吗？”我这边只见到了牧原集团董事长的老婆，他完全不肯松口啊。穆南之为之沉默，心里顿时一阵烦躁。我回到家12点准时打开万亿补贴，叮的一声，新的商品刷新出来，强身药剂补贴价1毛，魅力 Max 卡补贴价1毛。看着这2个商品，我有点蒙圈，算了，先买了再说。恭喜您购买成功，商品预计配送时间5分钟，请您等待收货。5分钟后，手机提示再次响起，您购买的商品已送达，请前往物品栏查收。我点进物品栏，仔细查看商品属性：强身药剂，服用之后大幅度改善使用者体质，后续增强需使用者自行挖掘。魅力 Max 卡，使用者的魅力值将会提升到巅峰，可以自行控制是否散发魅力。我看着这2件商品，嘴角不禁勾起微笑，这就有点意思了呀，2个都使用。骤然一股强烈的疲倦感袭来，我倒在床上深深的睡去。第2天一早醒来，我立马清晰地感受到体内恐怖的力量，得去测试一下这身体有多强啊！我来到离家不远的高端健身会所找了个私教，没想到在这里竟然碰到了穆小姐。穆小姐今天一看到我就觉得难以挪开眼，脸红着愣愣地看着我，察觉失态后立马转移话题，说自己有个私教可以推荐给你。我微笑点头答应，一起来到平板卧推器材面前。我试了试，感觉太轻了，喊着再加重量。私教看着我轻松的模样有些惊讶，加完重量之后依旧是十分的轻松，再加，继续加，加。看着这一幕，私教和穆南之都有些错愕，健身房周围的人也开始聚集了过来。看到了卧推数据后都有些惊讶，因为已经达到了100公斤，这个数据可以说比较让人震撼了。与此同时，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：“你们都在这围着干嘛呢？”众人纷纷散开一条路，来人正是这家健身房的顶级私教吴教练，曾经拿下世界级健美冠军的人物。了解来龙去脉后，吴教练脸上顿时浮现出几分兴趣，有点意思啊，我倒要看看他的极限在哪。随后继续加着重量，不到3分钟的时间，已经到了恐怖的180公斤。看着这个数据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吴教练也是一阵为之咂舌。这小子身上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肌肉啊，怎么这么强啊？旁边一众人虽然震惊，但口中还是说着：“吴教练，这不才180公斤吗？这虽然恐怖，但还没到你都要吃惊的地步吧？”就是，吴教练也能做到。吴教练听着这话摇了摇头，缓缓开口道：“180公斤我确实能做到，但绝对做不到这么轻松惬意。你们看他的表情，这完全没到他的极限。”一句话落下，众人也注意到了我的表情，不少人开始倒吸冷气。吴教练继续开口道：“继续加，先加到200试试。”我的表情依旧很随意，又加了几次之后，突然手上停顿，问私教：“现在加到多少了？”“现在是260公斤。”我微微沉吟了下，有点轻啊，帮我加到300试试吧。一句话落下，所有人的脸上神色呆滞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260公斤这叫有点轻，还要加到300公斤。吴教练径直走了过来：“您确定要加到300公斤吗？要知道在无装备的情况下卧推到260公斤，这本身就已经非常恐怖了。”我脸色平静地说道：“加吧，我想试试我的极限在哪，毕竟如果不能让自己感受到压力的话，那强身药剂的效果是无法激发出来的。”吴教练点头：“好的，先生。”不少人开始吞咽口水，我皱了皱眉：“再加15公斤。”吴教练声音已经有些发颤了：“好的。”至于旁边的穆南之对卧推不是很了解，疑惑地对着教练问道：“教练，这个重量很恐怖吗？”私教面色严肃地说：“我就这么说吧，2019年全世界最新的世界纪录，无装备卧推是337公斤，王先生增加到315公斤的话，已经是在逼近世界纪录了。”此话落下，穆南之为之骇然，看着我的目光越发的复杂，我眉头轻轻挑了挑，这个重量已经快触摸到我的极限了，但还有上升的空间，再给我加。重量开始一点点增加着，320公斤，321公斤。周围的人神情开始激动，有的人已经拿出手机开始拍着短视频。吴教练呼吸也开始急促起来，336公斤，337公斤，338公斤。全场一片欢呼，破世界纪录了！世界无装备卧推纪录被人破了，健身房内一片沸腾。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个数字毫无意义，但对于他们这种搞健身健美的人来说，这个数字是近乎信仰一样的存在。此时的吴教练尽管激动，但还是大声地喝道：“安静！”因为他明显看得出来，这还不是我的极限。下一刻，重量继续增加，一直加到343公斤的时候，我虽然还能进行卧推，但明显感觉到吃力了，这已经是手臂力量的极限了。所有健身爱好者脸上都充满兴奋之意。要知道，神华之前从没有人无装备卧推达到300公斤以上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级别的新纪录是我们神华人创造出来的。哥，你以后就是我大哥，不，义父。
你就是我亲义父。而我也是十分开心，我没想到啊，这强身药剂竟然这么苦。一次强化就能到这个强度，那以后继续挖掘潜力的话，究竟会到什么程度？我心里开始暗暗期待起来。吴教练看着我十分兴奋，王先生，恭喜您破了无装备卧推世界纪录。我则笑了笑，摆摆手，哎呀，不值一提，我这卧推又不是在比赛上进行的。听着我这话，吴教练笑了笑，他知道我只是谦虚，就算真的上了 IPF 卧推冠军赛，他相信我也能轻松再破一次世界纪录。木南之则是幽怨地走了过来，王先生，你这身体素质还有必要健身吗？我则十分装逼的一笑，这个重量是针对一般人的，我还是有必要继续锻炼的。木南之随即翻了个白眼，当我在说笑话。吴教练连忙走到我面前，王先生，我自作主张送您一张黑金级 VIP 卡，以后在健身房的一切消费全部免单。吴教练是这健身房的股东之一，送一张 VIP 卡的权利还是有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刚才破纪录的行为，这中间还是大有利益可图的。我很快也明白了他真正的用意，笑了笑收下了卡。下午5点我回到家中，与此同时一条视频也上了抖音热搜，不到一会儿的时间，足足有着100万的点赞，更是有着10万多的评论，评论区也是炸开了锅，这真的假的呀？一个人真能推起来343公斤，这小哥厉害呀！我记得之前世界纪录是337公斤吧，这绝对是假的。你看他明显肌肉不是很大，呵呵。抖音人均健身专家，此时评论出现2极分化，真假存疑，但热度是疯狂的飙升，一路飙升到了热搜第3。此时东山省境内一名肌肉爆炸的男人拿着手机，神情认真无比的看着视频，从发力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作弊嫌疑，随后神情开始为之激动。尽管说这条纪录的产生并非在 IPF 冠军赛上创造，但无法否认对方的强大实力。随即在评论区敲下一段文字：恭喜王先生创下全新的世界纪录，343公斤，这是神华人的骄傲。这段话发出去的瞬间，评论区开始疯狂了。毛大佬出现了，毛大佬认可了这条视频，刚才那群喷子呢，出来继续杠了。而此刻我正在家里打王者，等待着12点万亿补贴新的刷新。一条信息突然弹了出来，是木南之发来的消息，只有短短的3个字：你火了。我微微一愣，哪里着火了？木南之又发来一条信息，打开短视频，你现在是热榜第1了。随即我打开抖音，疑惑的开始查看，看完之后我也愣住了，好家伙，这还顺带着给我来个热榜第1。旋即我又查看了一下评论区，嘴角轻笑着摇了摇头，一代帝王风范的气质被我完美拿捏。时间很快来到了12点，我关掉抖音，打开万亿补贴，新的2件商品顿时刷新出来，声望打卡表补贴价1毛，有一说一喷雾剂补贴价1毛。看着这2件商品我有了经验，先买再查看我懂，果断购买。物品显示15分钟后送达，于是我又打开了一把紧张刺激的王者。随着我把韩信这小子当了10几次之后，商品送达提示音响了起来，我美滋滋的点开物品栏查看声望打卡表，声望每达到100万会随机获得1项奖励，3次奖励之后打卡表会自动消失。有一说一喷雾，对特定对象使用喷雾之后，接下来的5分钟对方会全部说实话，使用之后喷雾将会自动消失。我望着这2件物品有些苦笑不得，突然一条信息弹了出来，检测到用户的声望已达标，是否领取第1阶段奖励？我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我怎么就达标了？心里隐隐有了猜测，一定是热榜第1立功了。紧接着我激动地搓了搓手，点下领取按钮，提示音再度浮现，第1阶段奖励领取成功，获得帕加尼风神伊莫拉。随后又是熟悉的感觉，多了一把造型很奇特的车钥匙，我赶紧拿起手机搜索起来，顿时又吓了我一跳。帕加尼风神伊莫拉这辆车也是全球限量款的车型，全世界只有5台，欧盟的售价更是达到了恐怖的500万欧，换算成 RMB 那就是接近4000万。我真没想到去个健身房反手又赚了4000万，而且这只是第1阶段的奖励。想到后2个阶段的奖励，我神情开始兴奋起来。接着我查看第2阶段的奖励信息，尚未达到第2阶段领取要求，当前声望183万，达成500万可领取奖励，这要怎么样才能获取声望值呢？随即屏幕上又弹出一条消息，声望值根据用户的行为所形成的事件产生的有效反馈相应增加，例如其他人对这件事的点赞评价。这下我彻底明白了，500万的声望值要达到还有些麻烦了。手指在手机上随意滑动，目光突然落在了豆沙直播上，随手点进了一个我关注的女主播直播间。这女主播名叫一条大棍棍，此时正在进行户外直播。各位兄弟们，谁在1个小时内狙击到我可以给你们我的私人联系方式哦。直播间顿时活跃了不少身在魔都的网友都是跃跃欲试。我看着他的直播背景觉得有点眼熟，这好像就是东郊别墅不远的广场上，我要不要去看看呢？反正这么近，就过去看看吧。几分钟后我走路来到了广场，一边看着直播一边寻找，不一会儿便是找到了那名女主播，这颜值确实能打呀，竟然不是美颜怪。我张口喊了一句一条大棍棍，他明显愣住了，抬起头来，你是来狙击的水友？时间才过去10分钟不到，不仅他猛了，水友也猛了。一众网友严重怀疑我是托，小哥哥你这速度是不是太快了？我则笑着开口道，我就住在这附近，看着你的直播场景有些熟悉，就过来看看。女主播十分清楚这里可是富人区，难道自己这是遇上有钱人了？还未等她多想，我开口说道，本来以为你是美颜大师，线下是个乔殿下呢，没想到真人和直播间里毫无差别啊。此话落下，女主播脸都绿了，粉拳紧握，咬牙切齿地盯着我，心中暗道，你才是乔殿下呢，你们全家都是乔殿下。她现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这个小哥哥长得挺好看的，但怎么偏偏不是个哑巴呢？随即深吸了一口气，堆出笑容，既然你找到我了，按照约定给你我的泡泡好。我点头，添加上女主播之后，她挥手和我告别，说自己晚上还有 PK 就先走了。我随口说道，你这流水1个月不到1000去 PK 不是找虐吗？女主播眼睛瞪得老大，脸上写满了惊讶，但是直播间里却充满了快乐的气氛。哈哈哈，你们看她背对的怎么净说大实话，这吐槽666啊。如果我刷礼物引起轰动的话，
应该也算声望值。我笑着看向女主播，算了，看你可怜，待会我送你上第一。女主播顿时一愣，小哥哥你账号昵称是什么？我随口回答，一个白嫖号。女主播嘴角一抽，算了吧小哥哥，你就别拿我开心了，我能赢一局就不错了。很明显他并没有拿我的话当真，我没有解释什么，慢慢悠悠的回到了家，休息了一会儿拿出手机，此时一条大棍棍正准备和别人打 PK， 我笑着点进了直播间。